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oach。今集嘅題目係 Duolingo 高分策略。一連兩集，Coach 為你揾出征服 Duolingo 英文測試嘅竅門。第一集係尋根究底去明白測試背後嘅理念同埋題目生成嘅方法，希望你唔好錯過啦。喺講下去之前，提提大家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，俾 like、留言同埋社交媒體分享，多謝支持。申請大專院校入學呢，往往需要係達到 college 大概 IELTS 6啦，University 係6.5。一啲比較好啲嘅大學或者係研究院呢，需要達到7嘅。咁當然個別學校佢哋會訂立一啲唔同嘅鬆緊程度啦。計分都係依據歐洲共同語言參考呢個基準裏邊嘅 B2 嘅位置，係屬於中級最上等嘅一個階段啦。如果你希望能夠輕鬆咁應付大學程度嘅語文要求，咁就應該達到 C1 嘅水平就比較穩陣啦。可能大家都唔知道，其實 IELTS 官方嘅建議係大學取錄學生應該係達到7.5㗎，但係當然所有嘅大學都會係低於呢個水平啦，因為相信如果要求7.5嘅話，好多國際學生呢都未能夠達到啦。另外喺 Coach 有一集呢講關於研究院嗰度，我提出過，如果係有心報讀研究課程嘅碩士同埋博士，即係啲 research degree 呢，最適合係應該達到 IELTS 水平8㗎。咁所以 Coach 呢個建議呢，其實係同 IELTS 官方嘅建議係有一致性，並唔係空談㗎。咁呢個歐洲共同語言嘅參考標準咧，係覆蓋咗40種語言㗎。等級描述咧就係考生喺測試嘅時候表現出嘅成果。咁呢一個表咧可以幫助你知道自己究竟係達到邊一個水平㗎，亦都可以睇一睇自己未達到水平嘅原因喺邊度。咁我哋睇睇咧，就主要係要達到 B2 咧先入到大學㗎。咁我唔喺度讀出嚟啦，你有興趣嘅時候再睇睇下啦。咁咧，其實係 C1 咧，就係會更加應付到一啲要求高嘅 program 啦，或者係研究院嘅程度嘅。我睇下 Duolingo 佢嘅得分統計特徵啊，咁我哋睇到呢個中位數咧，大概喺100嗰度嘅，最多人得分咧集中喺85至115。如果得分135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係屬於 top 1% 㗎啦。Coach 咧認為最高分嘅人數係極少，原因咧係需要喺寫作同埋講嘅部分咧，故意複雜化啲詞彙啊，同埋句子嘅結構，用呢一種嘅咁樣嘅溝通程度咧，其實喺日常生活中咧根本係多此一舉嘅，咁所以好難咧令到考生會自然咁樣用複雜嘅語法去表達嘅。咁因此咧，因為佢呢個 test 嘅設計咧，Duolingo 咧高過135咧係極之少嘅。咁我哋跟住落嚟咧睇下題目啊，分開有3個嘅部分嘅。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話 CAT，即係話用電腦即時調節嘅程度，以適合考生嘅能力水平㗎。第二部分咧就係已經選定咗考生嘅水平，而作出更詳細嘅寫同埋講嘅測試。第三部分咧就係唔設計分㗎，只係要求考生作詳盡嘅口頭作答同埋書面嘅寫作，係會俾學校咧作為一個參考嘅。咁 Coach 接下落嚟咧就會討論每一條題目嘅題型點樣去取分嘅策略啦。其實喺短時間內啊，語文水平好難跳到去高一個水平嘅級別嘅喎，即係譬如由 B2 跳去 C1 咧係好難嘅。不過測試能力咧係可以訓練㗎，所以我哋唔可以錯過任何爭取到分數嘅策略。接住落嚟第一部分咧係10條計分嘅問題，深入咁樣去為大家剖析。第一類嘅題目係閱讀填充題 ，Duolingo 叫佢做 C-test。取分嘅策略係首先將全文速讀一次，注意第一句同埋最後一句必定係完好無缺㗎。所以在閱讀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填寫啲語法嘅單詞啦。佢通常係一啲好簡單嘅文法上面嘅用字 （grammatical words），即係話 is、than、with、and 呢啲咁簡單嘅字，跟住你就可以完成選壞咗嘅單詞啦。佢哋通常係一啲重複出現嘅主要關鍵字嚟嘅。例如喺呢一篇裏邊就係 coat 係總共出現咗3次㗎，其中2次係選壞咗個字，有一次係佢係 show 到出嚟俾你睇㗎。
注意計分方面漏空白咗或者係唔正確嘅回答呢，都會係有相同嘅分數計算方法㗎。所以呢，千祈唔好漏空，唔怕面懵咁樣試下填咗一啲字落去，可能都會有機會㗎。咁呢一個 C question 呢，其實係 close open 嘅 close question 填充題㗎。咁呢一頁呢，就係 B1 程度常用嘅文法短字，取分嘅策略就係要熟習呢一啲嘅填充題常見嘅答案字。呢一頁我就係俾大家 B2 去到 C1 程度嘅常用文法短字，注意佢哋比較多同埋長過 B1 少少嘅。第二同埋第三類嘅題目咧就係 yes no 嘅詞彙，任務就係你要區分真實嘅英文字同埋一啲偽嘅單字。咁有兩個版本嘅，一個就係閱讀選擇啦，另外一個係聆聽選擇。總共有60個單字同埋40個混合程度嘅偽單字。通過連續咁樣去呈現唔同嘅組合咧，其實電腦已經知道咧係能夠自動適應嘅程式，知道你考生嗰個能力㗎啦。佢只係會俾你睇到適合你程度嘅單字。換句話講，呈現出嚟嘅真實嘅單字呢，係考生應該係認識嘅程度㗎。咁所以如果你作答嘅時候覺得有啲困難，有啲唔係好肯定嘅時候呢，你就千祈唔需要猜測啦，因為嗰啲呢應該都係一啲真假嘅字嚟㗎。咁閱讀嘅選擇咧，取分策略就係唔好猜測真實字啦嘅出現嘅次數，因為有時可以好少，可能咧成篇裏邊都得2-3個真實字嘅，有時都會好多嘅喎。咁其實考生咧係無論作答 yes 或者 no 咧，只要係正確嘅話咧，都已經係答對㗎啦。因此咧個題目喺度設置嘅時候咧，係唔需要特定幾多個對或者幾多個錯嘅比例㗎。大家唔需要三心兩意咁樣自作聰明喺度估來估去喎。偽單字咧其實都係用電腦程式去模仿真實嘅字，一啲 psycholinguistic 即係個語言心理學而合成嘅，所以真實度係十足嘅。好多時候咧，讀音或者拼寫嘅誤點咧，就好似以下咁樣。我哋睇到第一個字 never， 咁其實咧係navel never 或者 novel 即係 novelist 就冇 never 呢個字嘅。咁第二個例如 event， 咁一係就 defend 啦，爭咗個 d 字啦。咁有時讀得快呢啲字咧就會錯㗎。呢個係 pretend， 其實係 pretend 係咪 ？Hocken 係 broken， 其實Hocken。咁或者係 Evelyn， 即係人名 Evelyn 個字。Direct 或者係 pirate。Readily 有個 I 字就唔係 rarely。Dober 就係 doper，P-E-R。吸毒嗰啲人 ，Cocken 就係 crooken 就有呢個字，咁所以咧呢啲都係偽字嚟嘅，唔係真實嘅字嘅。OK，第三類嘅題目咧係聆聽選擇，呢一個嘅策略咧就係話你需要注意每一個單字嘅每一個音節，例如一啲 consonant 咧，好可能一啲偽單字同埋真嘅單字咧有好細微嘅差別嘅啫。你要相信自己只係選擇你識得嘅真實嘅單字，喺點擊呢個最後嘅 next 嗰個之前咧，你檢查好你係唔係已經係做晒喎。咁樣咧，你可以根據需要嘅次數咧，重複播放每一個單字㗎。咁即係話你可以聽幾多次都得㗎。咁你就要細緻咁樣聽清楚佢，尤其是一啲尾音啊啲 consonant 嘅 ending sound 嗰度，有時係會聽漏咗㗎。第四類咧係聽默。由1分鐘嘅聆聽時間，最多可以播放3次。咁咧要評估考生嘅聆聽嘅程度，將句子存留喺記憶之中。咁取分嘅策略咧就係輸入首先你聽到個內容，第一次聽完之後盡量寫，然之後通過重播咧，將你所寫嘅內容嚟到比較，填翻啲你有差誤或者有漏咗嘅地方去對。你最多咧可以重播2次嘅，即係話連佢第一次播俾你咧，總共係聽3次嘅啫。咁比起如果你打錯字咧，你漏咗字咧係會扣更加多嘅分㗎，所以盡可能咧應該嘗試回答問題。如果中間有啲字你可能唔識串或者聽唔清楚咧，你都要打個字落去，咁咧係更加會攞到高分嘅。
第五類題目咧就係模仿嘅聲音就讀出㗎，目標咧就係理解同埋對話。評分標準咧就係話發音咧要好可以俾人哋聽到㗎啦，熟練程度啦，同埋整體一個清晰度。咁清晰度就包括你嘅音調、節奏同埋重音嗰啲 stress syllable 等等啦，音節啦。取分嘅策略就係盡可能喺錄音前咧練習大聲咁樣去講一次，注意標點符號，獲得正確嘅語音嘅變化同埋速度。需要自然嘅語速，大聲説話，並且咧確保嘅發音係清晰嘅。時間限制係20秒，只有一次嘅錄音機會。當你準備好錄音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 click 呢個立即錄音，就開始講話啦。切記喺你完成晒成個句子之前咧，千祈唔好撳 next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嘅答案就會 cut 短咗噶啦。Coach 建議呢一條可以喺完成之後稍作停頓休息。如果你唔撳個 next 嘅字咧，咁咧你就會可能有啲時間靜咗。咁咧我嚟唞一唞，有個舒緩壓力，幫助你重新專注進行測試。第六類嘅題目係看圖寫作，評估目標係多方面嘅語文組織知識，包括語法、詞彙啊，同埋語句嘅結構，同埋用語功能一啲觀念嘅知識。取分嘅策略方面，因為之前嘅測試 CAT 嘅部分呢，已經得出咗你嘅程度係屬於高中或者低嚟到調節嘅題目嘅難度㗎啦，所以如果你想超越呢啲嘅難度，你更加要唔好單單咁樣去俾一啲標籤，即係 labeling 去講一啲名詞，描述出個圖裏邊你見到啲乜嘢，你係需要用到一啲比較詳盡嘅句子嘅。題目要求你至少一句完整句子，但係你應該用盡1分鐘嘅時間嚟到盡量細緻咁樣去描述，證明你係有呢個寫作嘅能力㗎。表達嘅複雜性咧，同埋準確性比呢個內容咧係更加重要嘅。第7類嘅題目就係看圖解說啦，評分嘅標準就係發音要可以理解啦，熟練嘅程度同埋整體嘅清晰度，即係話你嘅音調、節奏同埋重音啊、stress pattern 等等啦。圖像將會出現20秒，然後進入自動錄音嘅屏幕。取分嘅策略就係開始時候將答案錄音前呢，花啲時間觀察，並且喺心裏邊計劃你嘅反應。題目要求你至少發言30秒。最長係1分30秒，所以你應該利用1分30秒嘅長度，盡量講多啲，將你嘅講法當做係俾一個睇唔見呢個圖畫嘅人去描述俾佢聽，盡量細緻等佢明白，用自然嘅語調速度去說話，並且清楚咁表達，唔好介意有任何論盡錯漏嘅地方，應該繼續一路不斷咁樣去講。第8類嘅題目係看題寫作，評分標準呢就係要可理解嘅同埋熟練程度嘅。咁取分嘅策略呢就係你應該用盡5分鐘嘅時間，盡量寫多啲，確保你嘅回應係最好嘅。內容準確性呢就唔係太重要，寫作回覆嘅複雜性同埋準確程度呢係更加重要。考試之前呢應該準備一啲常規嘅回應嘅模式啊，嚟咧等你有一個 formula 喺度去思考，咁咧就慳翻啲到時個思考嘅時間同埋組織嘅時間。你要仔細咁閱讀題目裏邊一啲關鍵詞，並且去準確咁樣相應回答。呢個字數將會顯示喺呢個 window 嘅底下方，最少係需要寫50個字。咁但係當然你一定要寫長啲咧，先可以表達到你嘅語文能力嘅複雜性啦。記住一定要校對，喺你檢查完成之前咧，唔好撳個 next 個字啊，因為撳個 next 嘅字咧就會去到下一條題目噶啦。第9類嘅題目就係閱讀對話，評估目標咧係多方面語文嘅組織同埋理解交談嘅能力。取分策略係指示器咧將會喺計時20秒之後咧就自動嘅錄音㗎。你應該花啲時間仔細咁樣去閱讀問題，並且記錄答案之前咧喺心裏邊咧計劃下你嘅反應。題目要求發言至少30秒，但係應該盡量多啲講，盡量利用最多嘅1分鐘30秒，好似同人哋對話咁樣喺佢裏邊細緻嘅分題咧逐個去解答，好似一個對話咁樣，確保你已經回答咗提示中所有組成嘅細節，用自然嘅語速説話，清楚咁表達。有錯漏嘅話唔需要介意，應該繼續去錄音。
第10類嘅題目係聽題口語嘅回覆。評分嘅標準咧就係要發音可以理解啦、熟練嘅程度啦、整體清晰度啦、啲音節音調啊、重音啊要啱嘅。題目咧係會播放係20秒，然後進入自動嘅錄音屏幕。攞分嘅話咧，你發言至少要有30秒，但係當然要用盡1分30秒咧嚟到盡量講多啲嘢，確保你嘅回應係最好㗎。喺錄音之前要確保你係完全理解呢個題目係講啲乜嘢嘢。你可以重播問題2次啦，總共即係話嗰個問題係會可以播到3次嘅。嘗試使用唔同嘅詞彙同埋句子結構，盡量講多啲，確保你已經回答提示中所有嘅組合細節。又係唔好介意錯誤，繼續錄音，千祈唔好心急，因為你越係短嘅時間早完成咧，係唔會有分加嘅。你應該係用盡晒所有嘅時間，從容不迫咁樣慢慢答。接住落嚟就會進入嗰個係唔評分嘅部分啦，共有2條題目。呢個時候你應該舒緩一下你嘅緊張度同埋壓力啦，因為 coach 覺得學校都唔會睇嘅呢啲，除非咧要捉你請槍寫佢裏邊一啲嘅letter of intent 啊，或者係 personal statement 啊咁樣。咁因為咧改呢啲 personal statement 嘅人咧，佢見到你，佢可以覺得你係抄翻嚟啊，或者係有人幫你寫嘅話咧，佢可以 flag 咗你。咁如果係學校要 investigate 嘅話咧，就喺度攞翻你呢2部分嘅writing sample 同埋 speaking sample 咧，就好清楚知道咧你所提交嘅一啲 personal statement 或者 letter of intent 咧係唔係你自己嘅作品啦。但係如果你唔係做呢啲咁嘅出貓嘅嘢咧，根本咧學校就唔會有時間同埋有人手去睇你嘅。咁所以呢度咧你應該係放鬆嘅，呢一部分只係學校嘅參考資料啫。參考資料1咧就係講話啦，題目係2選1，以口頭作答，係比較長㗎，1至3分鐘。策略就係確保你完全理解嘅問題啦，喺答案錄音前咧考慮一下，同埋選擇邊一條題目對於你更加有利，你應該用盡説話嘅時間同埋嘗試去答嗰條你有多啲內容可以講，或者係有多啲去辯論式嘅，你就可以更加容易去將個內容咧去詳盡啲咁樣去 elaborate 啦。就唔好睇佢個計時器，因為佢會令你冇辦法清晰思考同埋説話㗎。喺參加考試前咧，應該多練習用英語談論一個話題，係1至3分鐘咁長，最好就係3分鐘啦。咁你能夠熟悉並且覺得係舒服嘅嗰個長度。口語嘅樣本咧就係作為視頻去發放俾學校睇㗎，咁所以咧你應該確保你嘅回答係對題，唔好咧以為喺度亂噏一堆嘢咧就捱過咗呢3分鐘，咁樣咧你係只會出醜㗎。參考題2咧就係寫作，又係題目2揀1，你需要寫作回答咧係3至5分鐘咁長㗎。個策略就係確保你完全理解問題啦，選擇一條你更加可以詳細描述嘅題目作答，寫得盡量多，證明你可以流利咁樣寫作。應該用多種嘅詞彙同埋語句嘅結構，用邏輯轉換各種唔同嘅想法。保留出時間去檢查你寫嘅字有冇串錯字啊、語法啊同埋標點符號等等，因為呢個寫作樣本咧係能夠展示到你全方位嘅書面語言能力㗎。咁呢個項目要求你描述、敘述或者進行論證。咁除咗語言知識之外咧，亦都係展示你點樣去寫散文嘅知識嘅。咁但係亦都係俾你嘅題目咧係根據你嘅語文能力嘅高、中、低3個唔同嘅難度㗎。以下咧總結一下計分嘅一啲秘密嘅細節。其實咧係分開2部分啊，電腦嘅運算程式咧就係對你嘅答題咧進行評分㗎，而監考嘅真人咧係評估錄像作答嘅問題㗎。咁裏邊其實都係包括以下嘅準則，就係語法嘅準確性、語法複雜性、詞彙複雜嘅程度、詞彙嘅多樣性，係咪任務能夠完成去對準呢？口頭回答同埋寫作嘅流暢度，限時嘅話你能夠講到幾多、寫到幾多呢？聲調嘅特徵、咬字、發音同埋語句嘅節奏。咁好多考生都話俾我聽，佢哋認為伶
聽同埋説話咧係最具挑戰性嘅。咁可能因為喺答題之中聽唔清楚，或者聽唔明，又或者講嘢嘅時候未能夠從心所欲，咁呢個好明顯咧，佢哋認為係比較艱難㗎。但係語文嚟講咧，其實永遠都係寫作係最考功夫、最艱辛嘅。Coach 希望係喺呢一點度俾大家一個更加詳細嘅解說。究竟邊一類題目最難呢？我哋可以舉一個例子，就係按初生嬰兒喺自然嘅語境中學習母語嘅過程啊。其實喺媽媽懷孕最後嘅階段咧，已經學習聆聽㗎啦。咁跟住落嚟，大概一歲、一歲半左右咧，就開始有啲單字同埋斷斷續續嘅短句。第三個階段咧，先至學習閱讀㗎，然之後最後先至係寫作。咁但係一個如果係第二語言嘅話咧，就缺乏咗語境啦。通常咁，所以咧聽同埋講咧都係少嘅。聆聽咧其實係最容易嘅，因為可以用一個被動嘅接觸，即係話你播放一啲電台新聞節目啊、聽 podcast 啊、聽 audiobook 啊，咁就已經學到㗎啦。只要你有心嘅話，呢樣嘢係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，係好快會見效㗎。説話咧就需要模仿一個好嘅 vocal model， 一個聲音嘅樣本啦。咁咧加上咧需要有人同你去互動，刺激你先至能夠做到傾談啊、講嘢嘅實踐嘅。咁呢個係有少少難度，但係都係可以做到嘅。閱讀嘅訓練咧就係多閱讀啫，就係咁多。呢個係最容易嘅，比説話咧係更加容易，不過需要長時間。寫作係最難，因為需要好多嘅寫作，每日都要寫。咁試問有幾多個人每日都喺度寫英文呢？同埋加上咧，要有一個優質嘅導師同你做編輯嘅指導，佢要話俾你聽，你邊一啲寫得唔好，點樣能夠寫得好啲，去矯正你，同埋去俾你睇到一啲更加好嘅寫作方法。咁所以咧，整體上嚟講咧，寫作永遠都係最難最難嗰度㗎。咁為咗同大家解釋下咧，寫作方面喺測試中點樣得分呢？ Coach 就用以下4個答題嘅例子作示範啦。咁咧呢啲例子咧都可以係口頭作答啦，或者係寫作嘅。咁不如我哋攞一個好簡單嘅 expression 啦，就係話 I can do it。其實你所想講俾人聽就話我能夠做得到嘅。咁我試下咧就用一個咁簡單嘅表達啦，就用4個唔同嘅方法去寫。第一個就係話I would be able to effectuate the task single-handedly。呢個大概係喺 B2 左右啦。其實佢嘅解釋就話我一個人就能夠完成到個任務㗎啦。咁呢個都係通順嘅，日常都會用到呢個寫法。第二個就係 I would like to initiate accomplishing the project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any external parties。我會喺冇任何外部各方面嘅協助情況之下咧，可以自己開始同埋完成呢個項目嘅。呢個都還可以啦，都係寫得其實唔係太好，因為太累贅已經。咁都係 B2 或者係 C1 左右啦。第三個I'm confident that I possess the skill set to take up the challenge and will be able to follow through the project to make sure the outcomes excelled with flying colours。我相信我擁有接受挑戰嘅技能，並且能夠跟進項目，以確保結果係出類拔萃嘅。呢個都係講得好拗教，不過咧都可以啦。呢個應該係 C1 㗎啦。第四個咧就比較無稽嘅，不過咧係為咗作答攞分咧，我作出嚟俾你睇嘅例子嘅啫。I'm honoured to be able to exercise my expertise in extrapolat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tactics to achieve a howling success by ascertaining that the project could, by all means, transcend the longitudinal aspiration of our company。我能夠好榮幸咁樣咧，運用我嘅專業知識，推斷出最合適嘅策略，確定無論如何咧，該個項目咧都能夠超越我哋公司嘅長期嘅期望㗎，從而取得巨大嘅成功。係咪好多餘呢？日常邊人咁答咁寫嘢呢？咁一啲好即係小學雞人呢，先至會喺日常中呢以為咁樣去寫嘢，咁呢就係即係笑大人個口嘅。咁最後第四呢個呢，即係為咗寫而寫，為咗講而講，係冇意思。其實係一個好壞嘅寫作嘅例子或者技巧嚟㗎，咁咧千祈唔好學。但係你如果唔係寫到咁長咁拗教，又點會將好多嘅語法去到表現出嚟到攞分呢？所以如果你係想攞分嘅話呢，即係呢啲第四個呢，
第三、第四個你先會去到 C1 或者 C2 嘅程度㗎。總結一下應試嘅策略啊，應該使用所有可以用嘅時間，更長同埋更鋪陳咁樣嘅答案呢，就會獲得更好嘅分數㗎。喺你點擊個 Next 嗰個提交之前呢，要檢查進行任何嘅更正要校對，盡量唔好睇個計時器，以免減少分心。喺寫作技巧方面，使用正確嘅串寫啦、語法啦、標點符號等等去寫。佢哋係接受美國或者係英式嘅拼寫㗎。填充題嗰個 C-test 咧，就係要用美式嘅拼寫，盡可能好多咁樣去改變下你句子嘅結構同埋詞彙嘅選擇，用多樣化、更複雜嘅詞彙同埋語句組織。喺口頭作答方面嘅技巧，你講嘢要大聲啲、清晰啲，語調要適中。如果你犯咗錯咧，係繼續講㗎，確保喺完成整個回答之前咧，唔好撳錯咗嗰個提交嘅掣啊！盡可能咧好多咁樣去改變你嘅句子結構同埋單字嘅選擇。要小心注意考試嘅規則，避免咧被人取消嘅資格喎。咁由於上一集咧已經提過啦，喺度唔再重複。咁咧請考生咧自己要睇清楚，唔好犯錯。如果你錯過咗第一集咧，Coach 為你尋根究底，拆解測試，明白測試背後嘅理念同埋題目生成嘅方法，咁你就應該去揾翻嗰個第一集嚟睇下啦。提提大家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，俾 like、留言、社交媒體分享，多謝支持。